非常謝謝這個轉到記者國際嘅節目現場，一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共款用10分鐘嘅時間，帶下來抓走天下大小事情。一禮拜共款有請到嘅韓系政府新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全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一禮拜帶下來關注嘅頭一條新聞係，照《金融時報》嘅消息指出，美國日本雙方呢宣布話重組那個就業美軍嘅司令部。加強兩國之間嘅合作關係，另外講咧對1960年簽每年安保條約了後呢，生態嘅調整，現在係用全快嚟看事情。呀，件事情係一個大事情啦，因為呢俄烏戰爭以後美國同日本開始擔心，俄羅斯、中國同北韓可能會聯合起來去東邊造成生態威脅同時呢。日本也未感受到，最近1-2年以來那中國、俄羅斯同北韓三邊的一個軍事合作關係越來越密切同時呢，俄羅斯同北韓對日本的威脅咪越來越大，所以呢，也1960年簽嘅美日安保條約離下已經64年咧，所以呢，在今年的4月10號。那美國就邀請人岸田文雄都發布嚟召開明年的高峰會議，這個高峰會議就要宣布新的美國同日本之間的安保條約新的內容。新的內容裡面，最重要一點就係要提升那美國駐日本的指揮官的高位階從中將變上將上將呢就說得同日本的統合作戰指揮部也位階向平衡一個向下嚟做美日之間的聯合作戰所以呢美國同日本之間的安保條約啦28呢高峰會議之後喺今年的5月。會有新的2+2，除咗外交同國防嘅日本、美國咧兩邊咧雙高峰會議並且東京嚟召開。召開呢就會有具體嘅細節會出現同時呢，你咪注意到，你睇日本同英國、意大利有聯合嘅第5代新的戰機嘅一個合作。新的戰機嘅合作咧，你也開始進行當中到2035年會正式成軍。同時呢，你喺日本呢，開始呢發展嘅軍備出口嘅一個3原則，軍備設備軍事設備出口嘅3原則啦。3原則第一個原則呢，就係做得出口本嘢同日本有簽約 GCAP 就係 Global Compact Air Plan 一個計劃嘅國家包括英國同意大利第二個原則呢，所以日本的軍事裝備做得出口30個國家，30個國家呢就有同日本有簽約，願意承諾來遵守聯合國憲章的一個作戰的一個系統的一個國家，有30個國家做得出口。第三個就係不准日本的裝備出口嘅正在交戰呢、正在作戰的一個國家。所以呢，有3原則啦，就幫助日本做得出口，開始出口軍事裝備，來擴大日本的影響力。影響力呢，就讓日本有機會同菲律賓、同越南、同歐洲有啲國家向下來合作。所以呢，你下也在美國同日本之間的軍事安保條約也開始擴大佢影響力。也最重要一點就係幫助美國來共同分擔也佢嘅維護國際安全的成本。但是呢，日本佢自家咩親願意來做呢事情，不過呢，你下咩同樣面臨內部有反對嘅意見，所以呢，岸田文雄佢如何來擺平內部嘅反對意見係以替代嘅挑戰。各位看到嘅係另外一條新聞係到美國打氣球漂流後呢，聯合國呢會喺禮拜通過咧加塞嘅臨時停火案，未要求臨時同你嘅認知來表出來。但是呢，按你嘅建議見到未衝擊到而且同美國嘅關係，先生係用上來觀察咯。呢件事情你所以凸顯出美國同以色列對於也中東地區嘅混亂嘅局面有不同嘅看法同不同嘅利益那最重要一點講，28聯合國安理會佢通過也決議案那聯合國嘅秘書長講嘅，28決議案必須要執行，否則呢就會冇道德嘅事情所以也壓力到青態但是呢28決議案呢，因為美國投棄權票投擺有好幾擺嘅決議案要求以下停火嘅決議案呢。
多數美國全部投否決啊，就否決，因為美國來尊重以色列的一個自衛權啊。但是呢，也擺呢，美國面臨親台壓力，也壓力有國際的壓力啊，因為加沙走廊人道危機越來越嚴重啊，所以國際社會要求美國強迫以色列停火啊。天就喺美國內部有政治上的壓力啊，越來越多美國內部年輕人還有阿拉伯嘅後裔也都有人全部反對拜登政府處理亞伯嘅事情，所以呢會影響到拜登政府爭取連任的一個機會。所以呢，拜登政府內外交迫的狀況之下，所以要求以色列開始鬆手啊。但是呢，你看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佢自家面臨一個政權保衛戰啊，因為呢，佢係聯合政府，佢需要呢猶太人民族主義亞洲族群呢政治團體的支持。包括以色列厲害國安局長同以色列厲害財政部長，全部係屬於猶太民族主義嘅政治嘅團體啊，也全部呢要求納坦雅胡撤退進行攻打拉法市嘅一個軍事行動，同哈馬斯嘅武裝集團全部殲滅。所以呢，亞洲架構之下呢，讓納坦雅胡呢騎虎難下啊。所以呢，你睇各自美國拜登政府佢自家有政權的保衛戰，同時呢，以色列的納坦雅胡佢面臨一個堅持到底的一個政權的保衛戰，否則呢，佢會兩隻激進派的閣員如果這個辭職的話，要被迫解散內閣以色列就要重新改選。那重新改選呢？而家看起來呢，納坦雅胡是冇機會繼續做總理。所以呢，以下衝突喺聯合國亞伯安理會一個決議來看得出來咯，美國同以色列之間呢內部嘅矛盾會越來越大，越來越難處理。其實我來看下呢條新聞係，到中美晶片戰略係更激烈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禮拜係接見荷蘭嘅首相李鐵咯，佢下雙方做強調講呢，脫鈎團結唔咩見人嘅先鋒，荷蘭咁要做人嘅表態，韓國呢荷蘭咁要保留嘅態度，先生用看。亞伯嘅事情凸顯出全世界面臨一個新的結構性突破一個關鍵啊！因為呢，新興的科技，尤其係人工智慧的科技而要用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是要有高階運算的晶片啊。第二個呢，佢必須要有大數據啊。你看中國大陸鴉片呢，佢有大數據冇問題，但是呢，佢要發展嘅高階這個運算晶片面臨親台挑戰啊。美國鴉片佢知道講如果講冇全面的封殺，中國大陸製造也高階運算晶片嘅話，係俾中國大陸佢除非運用也人工智慧嘅一個科技用在國家安全也的部分、軍事嘅部分，讓美國同美國的同盟國面臨安全上的威脅啊。所以呢，也種全面封殺中國的發展也高階運算晶片的一個軍事行動關係到美國同美國的民主陣營的安全的一個太關鍵的議題。所以呢，撤退打到底啊！那打到底裡面第一個受害者呢，就係荷蘭荷蘭呢，亞洲國家佢有ASML呢，佢就是專門生產製造高階晶片的設備。關鍵的設備呢，有所謂極紫外光一個光刻機同這個深紫外光的一個光刻機也都最重要的設備才開始發展的時候，美國佢們有投資ASML公司來共同來發展深紫外光同極紫外光的一個光刻機。所以呢，荷蘭公司呢，佢要出口期待荷蘭政府嘅同意，荷蘭政府呢要獲得美國嘅同意，而且爭取支持。因為當初開發製造嘅時候就同荷蘭政府同美國政府就簽約協定所以出口呢美國也並沒有同意。所以因為這點所以造成講荷蘭也同中國之間就有關生產高階半導體晶片的關鍵性的設備面臨一個親台矛盾同衝突這個矛盾同衝突呢，中國鴉片希望個荷蘭鴉片呢做得鬆手，但是呢，你看荷蘭個新的總理荷蘭總理呢呂特，
佢係有機會愛做接任嘅北約嘅秘書長啊，所以佢因為有一新嘅機會佢必須要來配合美國嘅一隻全面封殺中國半導體生產嘅一隻關鍵嘅一隻能量。所以呢，你阿荷蘭也李特總理也係同習近平會談。那會談之後呢，我知道呢，荷蘭鴉片呢，佢李特總理根本就係身不由己佢冇辦法承諾習近平對佢嘅要求。這邊來看到嘅係了下傳出那個美國財長耶倫新嘅下會再個訪問中國，先生對呢件事情呢，有哪條素材是來做觀察？也係耶倫而且準備要來訪問中國大陸佢在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佢先在喬治亞州一隻太陽能板的電池工廠發一隻演講。也在演講裏邊呢，佢就同樣太陽能板呢，美國太陽能板公司嘅員工講佢也係愛去中國訪問佢最重要一點就係愛開始愛嚟好好嚟保護美國自家本身呢有關嘅清潔能源嘅生產嘅機會同能量，同保護大家嘅工作機會。因為在2021年呢，美國拜登政府其實通過一個削減通貨膨脹法，喺削減通貨膨脹法裡面，最重要講提供救濟清潔能源嘅一個這個產業而美國政府補貼3693億美金嘅一個政府補貼來支持美國嘅本土嘅來生產清潔能源相關嘅一個產業，總共有9項所以呢，佢也係耶倫呢，佢喺美國先同亞洲工廠嘅工人講美國拜登政府做很多事情來提升美國本土嘅一個清潔能源嘅工作機會表示講拜登政府做清好但是呢，你也面臨一個新嘅威脅。也係威脅住中國大陸鴉片佢也係清潔能源嘅新興嘅產業，咪侵犯佢啦。佢有太陽能板電動車仲有電動車佢需要一隻鋰電池，有3項關鍵性嘅一隻清潔能源嘅產業而中國大陸鴉片有好嘅技術，同時呢佢產能咪清太同時，大陸咧甚至於面臨着產能過剩的一個新的問題，所以呢，大陸鴉片佢準備同亞洲東西對全世界出口，因為佢製造成本較低，所以佢價錢有競爭力所以呢，如果個中國大陸有3隻重要產業對全世界，尤其對美國、歐洲來全面出口嘅話，全部會同樣美國本土、歐洲本土嘅亞洲產業打敗所以呢會造成美國鴉片呢亞洲新興清潔能源產業造成生態失業嘅問題。所以呢，耶倫也係要準備中國大陸訪問呢，必須要同大陸來談亞洲事情，談亞洲事情，希望能達到一個平衡點也係平衡點呢，就達到講美中之間就有關於清潔能源嘅產業能夠取得一個共識大家共同來合作，創造一個雙贏嘅機會。但是呢，我知道也就雙贏嘅機會嘅千渺茫，因為呢各自全部唔肯讓步也係生態一個問題。好，羅先生，今日帶嚟回顧了亞太嘅時局，韓國以下衝突，韓國西方對中國嘅相關嘅議題而且講一下，大家繼續來關注嘅係俄羅斯首都強攻了後帶來嘅影響。